我自费辛苦跑项目，可要求公司报销时却被处处刁难。原本应该报销的7000块，如今到手却只剩下600块。然而我并没有闹事，而是冷笑着回到了工位上。这就对了，年轻人要懂得吃亏是福。然而3天后，公司一个价值1000万的项目需要我紧急处理，我却毫不犹豫地在任务工单上点了拒绝接收。你耍什么性子？赶快先把项目接了，大不了那6000多我补给你。晚了，不就是损失1000来万吗？年轻人要懂得吃亏是福。原来就在3天前，在外奔波近半月的我拿着发票走进了财务主管的办公室。这是我在进行新起项目期间垫付的费用，总额7000元，麻烦柳主管给我报销。秦江，你来公司都要2年了吧？怎么连规矩都不懂？普通员工出差住宿标准每天最多200。当时江城正在举办大型活动，200以下的酒店全满了。这个我私下跟沈总报备过，他在电话里同意了。口头批准的不算数，这是规矩。柳如烟直接将酒店的发票撕成了2半，紧接着又抽出许多发票甩在了桌上。招待客户的餐费超标了，还有赶时间打的专车不合规，为什么不坐地铁？设备的采购也不符合流程，这些都是项目顺利完成的必要开支，你可以自己去查。要是有1分钱进了我的口袋，我任你们处置。你说的没用，公司有公司的规定。说罢，柳如烟拿着计算机按了几下，最后将一张600块的报销单据递给了我。天启项目我忙前忙后，为公司赚了多少利润你心里清楚，到头来不仅没有奖励，反而要我倒贴几千块，我不服，我要求跟沈总理论。行啊，你请便。很快我拨通了沈总的电话，并讲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小江，事情的经过我都清楚了，就按财务说的办。公司最近也不容易，大家都要有点奉献精神。那就按您说的吧。挂断电话后我笑了，柳如烟见状还以为我精神出了问题。小江啊，你也看开点，年轻人要懂得吃亏是福。闻言我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办公室。很快沈总便端着茶杯走出来，想要借我的事敲打其余同事。秦江的事各位应该都知道了，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，别总想着跟公司算小账，格局打开点才能走得长远。沈总说的是，我们以后一定向秦家看齐。好一个算小账，员工维护自己的权益，却被说成格局小，这样的破公司不待也罢。直至中午休息时间，公司前台突然给我端来了一杯咖啡。江哥，沈总他们这次做的太过分了，你得长个记性，以后出差尽量让公司预支，千万别再自己垫付了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你先去忙吧。等前台走后，我立刻查阅起了公司的项目管理系统。很快，一个标红的项目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李哥，你知道这个项目是咋回事吗？这个是公司近期的重点项目，客户是行业的龙头，合同里签了严苛的交付时限，这才重点标注了。利润很高吗？至少1000万打底吧，不过违约金也高得吓人。沈总敢签这份合同，还全倚仗你开发的那套加密算法呢。我估计这项目最后还得你出手。你太抬举我了，咱公司的大神还是很多的。实话实说罢了，除了你，咱公司就没人敢说能搞定这个项目。此刻，一个大胆的计划浮现在我脑海。下班后，我没有着急回家，而将我入职以来的所有工作成果发送到了我的私人邮箱。如果真的要和公司鱼死网破，这些资料足以证明我的能力，想来找下一份工作也不是难事。直至3天后，我刚走进办公室，公司的工单系统突然发出尖锐的警报声，所有人都诧异地望向自己的电脑屏幕。紧急任务 C 计划核心算法现场调测任务，任务地点海城，任务时限48小时，指定执行人秦江。不等我回过神，沈总便急匆匆地走到我工位旁。看到任务了吗？ C 计划那边遇到了技术瓶颈，需要用到你之前的那套加密算法，时间紧急，你赶快把任务接了，再飞去现场调试。现在知道急了，晚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接啊！耽误了这个项目，公司会破产的。闻言，我冷笑了一声，随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，将鼠标光标移到了拒绝接收的红色按钮上。我不接。反了你了，秦江，你被开除了，立刻给我滚蛋！好啊，沈总，这正合我意，省得我浪费时间写辞职信了。对了，按照劳动法，开除员工需要支付 N+1赔偿。我工作快2年了，麻烦把3个月工资，还有之前克扣我的6400块报销款一并结给我。沈总您消消气，秦江也是一时糊涂，年轻人嘛，火气大。秦江你也少说2句，你也知道这个项目对公司多重要，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饭碗。柳主管，你3天前撕我发票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的饭碗？沈总说我格局小算小账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的饭碗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从这个门走出去，以后在这一行就别想混了。他以为用行业封杀来威胁我，我就会害怕。可惜他打错了算盘，随便你。不过我得提醒沈总一句 ，C 计划的违约金好像是项目总额的2倍吧？合同上写的交付时间只剩下不到48小时了。你以为公司离了你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有的是人能搞定。那祝你们好运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向我的工位，开始收拾个人物品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李哥悄悄凑了过来：“小江，你来真的？这项目除了你，真没人能搞定了。沈总刚刚已经给好几个技术大神打电话了，人家一听这情况，根本没人敢接。放心吧，李哥，我心里有数。”
沈总，我等着你的赔偿金和报销款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公司大门。我刚走出公司大楼，手机就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随手接起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清冷干练的女声：“是秦江先生吗？我是 C 计划的负责人，我给你10分钟到街对面的蓝山咖啡厅来见我。” C 计划的负责人，他怎么会直接联系我？难道是沈总搬来的救兵？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你还有9分钟。于是我抱着纸箱走进了街对面的咖啡厅。你找我？你好，我姓林 ，C 计划的总负责人，你可以叫我林总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刚刚你们沈总给我打了个电话，简单概括就是想让我们甲方出面给你施压。那林总今天来是打算怎么给我施压呢？我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无能的管理者身上，我只关心一件事，这个项目你到底能不能完成？林总，我现在已经不是那家公司的员工了，从法律上讲，我没有任何义务去完成这个项目。我明白，所以我不是以甲方的身份在命令你，而是以合作者的身份在邀请你。我调查过你，你入职2年内主导了大小近10个项目，无一失手，尤其是在加密算法领域，你是顶尖的。你调查我？当然，我们投资的每一个项目，我都会确保执行人是业内最优秀的，所以我知道这个项目只有你能完成。现在我们来谈谈条件吧。我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，我个人出资聘请你作为技术顾问，完成这次调试，酬劳100万。第二，你成立一个自己的技术公司，我代表我们集团和你签下未来3年的战略合作协议，预付第一笔项目款500万。而另一边，沈总和柳如烟躲在咖啡厅对面的绿化带后面，悄悄地看着我和林总的会面。这个姓林的竟然敢绕过我，直接找秦江，他想干什么？林总，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？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从不开没有意义的玩笑。这500万既是预付款，也是我对你个人能力的投资。你完全可以找其他技术团队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很简单，第一 ，C 计划只剩下不到40个小时，我没有时间去筛选和磨合新的团队。第二，你的加密算法是这个项目的核心，无人可以替代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，你敢于对不公说不，说明你有原则；你敢于放弃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说明你有魄力。这样的人才是我想要的合作伙伴。好，我选第2条路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选，这是合作意向书，你先签了。公司注册的事情我来帮你搞定，保证24小时内走完所有流程。合作愉快。现在去解决问题吧，机票已经订好了，专车就在门口等你。就在我准备上车时，沈总和柳如烟从对面的绿化带里冲了出来。秦江，你这个叛徒，你竟然敢勾结客户，背叛公司！我们公司待你不薄，你就这么回报我们？待我不薄是说克扣了我7000块报销款吗？沈总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秦先生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，如果你再对他进行人身攻击，我的法务团队会很乐意和你聊聊。林总，你不能这样，他的技术是我们公司的资产，他这是商业窃取。是吗？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不过我提醒你 ，C 计划的违约金你们公司怕是赔不起。秦江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刚到机场就接到了李哥的紧急电话。不好了，沈总把服务器的代码全部锁死了。不好了，沈总把服务器的代码全部锁死了。锁了就锁了吧，意料之中的事。什么叫锁了就锁了？那可是项目的核心代码啊！你现在去现场两手空空，怎么调试？李哥，你觉得我是那种打无准备之仗的人吗？我离职前就已经把我所有工作的成果全部备份到我的私人云盘了。我的天，你小子这是早就给自己留好后路了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好了，李哥，我要登机了，公司那边有什么动静随时跟我说。林总的团队效率极高，我刚下飞机就被接到了项目现场。C 计划现场的技术负责人就已经在门口等我。秦先生，总算把您盼来了，快请进。走进调试中心后，几个程序员围着一块巨大的屏幕，每个人都愁眉苦脸。秦先生，您看，就是这里，系统一加在您的加密模块就崩溃，我们试了所有办法都没用。我坐上主控，插入我的加密 U 盘，仅仅10分钟就解决完了。整个调试中心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我站起身，用手机拨通了沈总的电话，那头传来沈总幸灾乐祸的声音：“这不是我们的大功臣秦江吗？这是到现场后问题解决不了吗？灰溜溜的想来求我呢。我告诉你，晚了。”沈总，我打电话只是想通知你一件事 ，C 计划的核心算法。我已经现场完成了升级和替换，现在你服务器里锁住的那些只是一堆没用的垃圾代码。什么？这不可能 ！C 计划调试成功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行业。林总召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闻发布会，并开启了全网直播。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宣布 ，C 计划项目取得重大技术突破，而完成这一壮举的，并非我们之前的合作方，而是一位独立的技术天才秦江先生。林总你好，您刚才提到完成技术突破的并非原合作方，这是否意味着你们与之前的公司解除了合作？是的，由于原合作方内部管理混乱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，已经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。我们已经单方面终止了合约，并会通过法律途径追讨他们因延误工期而造成的损失。沈总看着直播画面里意气风发的林总和秦江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沈总不好了，我们的股价开始暴跌了。秦江，
林婉晴，你们欺人太甚！秦先生您好，我们了解到您之前就是原合作公司的项目负责人，请问您为什么会突然离职并选择与林总合作呢？我离职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在那家公司努力工作不被认可，为公司创造了千万利润，却连7000块的合理出差垫付款都无法报销，甚至还要被领导以吃亏是福为由进行 PUA。秦先生所说的一切，我们都进行了核实。我司坚决抵制这种压榨员工的职场霸凌行为，同时我也在此宣布，我司将正式注资1000万，帮助秦先生创立属于他自己的启航科技。发布会刚结束，我的手机就被打爆了，几十个陌生电话涌入，全都是业内赫赫有名的科技公司大佬，他们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诱人。一夜成名的滋味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像是被架在火上烤，我只想安安静静做个技术宅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以后这样的场面你会习惯的。走吧，我让司机送你回酒店好好休息一下，你的新公司明天就能拿到营业执照了。回到林总安排的酒店，我刚想喘口气，李哥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秦江，你知道吗？公司现在都炸锅了。怎么了？好多客户都打电话来跟沈总要解约，几个正在谈的项目也全黄了。最逗的是，人事部的电话被打爆了，全是来辞职的。这么快？大家早就受够他们了，以前是没地方去，现在看到你这么牛，都想跟着你混了。我们都把辞职信甩在柳如烟脸上了，以后我们就跟你干了。你告诉兄弟们，等我公司安顿好，我亲自去接你们。启航科技欢迎每一位家人。挂了电话后，前台小雅发来一张截图，谁再敢提辞职，这个月的工资和奖金就别要了。我警告你们，谁敢现在走，我就以泄露公司机密为由，给你们每个人发律师函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以为这样就能吓住大家吗？太天真了。启航科技正式启航，寻志同道合之士，共创未来。本人将为所有新入职的前同事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，对抗一切不合理的竞业协议与离职威胁。帖子发出的瞬间，整个论坛都沸腾了。突然，酒店房间的门被踹开，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冲了进来，为首一人手持一张拘捕令，表情严肃地对着我：秦江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涉嫌窃取商业机密，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我可以跟你们走，但根据规定，我需要先给我的律师打个电话。可以，但只能给你3分钟。我拿起手机，给林总的法务团队负责人打去了电话。是张律师吗？我是秦江，有几位警官要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带我走，报案人应该是宏图科技的沈国富。秦先生别慌，我明白了，不要说任何多余的话，不要签任何文件，我们的人15分钟内到。秦江，进了局子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？还是沈总高明，这一招釜底抽薪真是绝了。这还只是开始，我不仅要他身败名裂，我还要把他送进去。李队长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人抓到了吧？沈国富，你他妈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李队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人家律师团的车3辆考斯特直接堵在了我们局门口，带队的是京城来的金牌壮棍张大壮，市局地头亲自打电话过来问话，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。你这哪是报案，你这是想把我坑死！什么？京城的律师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是恶意报案，诬告陷害。人家律师说了，要告到你破产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距离诬告事件已经过去了1周，在林总强大的法务团队面前，沈总的阴谋不堪一击。我不仅毫发无损地走出了警局，张律师还反手将沈总以诬告陷害罪告上了法庭。秦总，你放心，证据确凿。沈国富这次麻烦大了，他不仅要面临我们的民事索赔，还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。麻烦张律师了。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应该的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有进展随时通知你。送走张律师，我回到了办公室。李哥他们在我的帮助下达到了被拖欠的工资，现在都是启航科技的创始员工。怎么？看兄弟们看得入神了？是啊，感觉跟做梦一样。当初你点下那个拒绝按钮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对了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李哥神秘兮兮地打开一个行业论坛，点开一个热帖，这是我发的。这些年公司里受他欺负的人多了去了，我偷偷收集了不少黑料，就等着今天。现在这帖子火了，他公司的电话估计又被打爆了。沈国富，我们给你送的服务器尾款拖了半年了，今天必须结清。还有你每次打电话就说再走流程，你这流程走到国外去了吗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再不让开我报警了！保安哪去了？就在这时，几辆法院的车辆开了过来。沈国富因你公司涉及多起经济纠纷且有转移资产的嫌疑，现依法对你公司资产进行查封。深夜，柳如烟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秦总，我是来向您赎罪的。赎罪？秦总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沈国富逼我做的，克扣你的报销款也是他授意的。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。现在公司倒了，他还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他想让我去顶罪。秦总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救你？我为什么要救你？当初你撕我发票的时候，可没想过给我留活路。
我有他违法的证据，他这些年做的所有烂事，偷税漏税、做假账、转移资产，所有的账本和原始凭证我都偷偷复印了一份。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就把这些全都给你。这倒是个意外收获。如果有了这些证据，沈国富就不仅仅是破产那么简单了。东西在哪？在我租的公寓里，只要您答应不在法庭上追究我之前的责任，我马上就把东西给您送过去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带着东西来我公司楼下的咖啡厅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很快，柳如烟带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走了过来。秦总，您要的东西全都在这里了。不急，刘女士，在你把东西交给我之前，我想请你先见几位供货商朋友。柳主管，好久不见啊，我们有很多账，想跟你好好算一算呢。柳如烟被众人围在中间，不知所措。突然，她指着我喊道：“秦江，你们要是敢乱来，我就报警了。”刘女士，你误会了。我只是觉得，在你把这些赎罪的礼物交给我之前，应该先向真正的受害者们道个歉。我公司就因为你们拖欠货款，几十个工人差点跟着我没饭吃，这账怎么算？我为公司勤勤恳恳干了5年，就因为撞见你和沈国富的破事，就被你们找借口开除了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不关我的事，是沈国富，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，我只是个执行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推卸责任，柳如烟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按下了拨号键。110嘛，我在蓝山咖啡厅。我简单跟警察说了一下这边的情况，警察得知情况后表示会尽快赶过来。你报警？你竟然报警？当然，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，不是很好吗？柳如烟女士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柳如烟被警察带走了，那些供货商和老员工看着她的背影，都露出了大快人心的表情。秦总这一招，既让这个女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又把沈国富的罪证交给了警方，还帮我们出了口恶气，一箭三雕啊！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在会议室给团队讲解新的项目规划。所以，我们下一步的核心就是基于 C 计划的成功经验，开发出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标准化企业安全解决方案。你这个想法太牛了！我马上去组织人手，成立技术攻关小组。就在这时，小雅推门进来，在我耳边低声说道：“江哥，不好了，你爸妈来了，现在正在会客室，说要找你算账。”爸妈他们怎么会突然从老家跑过来，还说要找我算账？会议先暂停一下，大家休息10分钟，我有点私事要处理。我快步走向会客室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打个电话。我怕打了电话，你这个大老板就不认我们这2个乡下爹妈了。小江啊，你到底做了什么糊涂事？好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还跟人家大公司打官司。我跟你爸在老家心都快操碎了。爸，你们听谁说的？你自己看，我们村的亲戚都传遍了，说你在城里得罪了大人物，被人搞得身败名裂，工作也丢了，现在还欠了一屁股债。我凑过去一看，差点没气笑。视频是一个叫本地通的自媒体账号发的，视频内容东拼西凑，把我离职和沈总被查封的事恶意剪辑在一起，把我塑造成了一个白眼狼和小人。爸妈，这些都是假的，是别人故意抹黑我的。那人家视频里怎么说的？有鼻子有眼的，还说你那个叫沈总的老板对你恩重如山，你却背叛了他。爸妈，你们别急，事实不是他们说的那样，你们跟我来。我领着父母走到公司的办公区，父亲看着我的同事有些发愣。这不是你之前的同事吗？你不是欠了一屁股债吗？哪来的钱开公司？妈，我不仅没欠债，还拿到了投资。我以前的同事现在都是我的员工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不知道，秦江现在可是咱们行业的名人，是他带领我们脱离了苦海。是啊，以前那个老板可坏了，天天压榨我们，还克扣江哥的钱。现在我们跟着江哥干，日子好过多了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门口传来一阵骚动，林总在一众员工的问好声中走进来。叔叔阿姨，初次见面，我听秦江提起过你们。你好，你是小江的老板吗？我们是平等的合作伙伴。秦江非常有才华，启航科技也是我们集团今年最重要的投资项目之一。你们培养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。林总的话比我解释100句都有用。我爸脸上的怒气渐渐消散，我妈更是激动的眼眶都红了。林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合作的2期项目款拨下来了，总共3000万。我过来跟你签个字，顺便看看叔叔阿姨。3000万，这么多？是的，这只是开始。我相信以秦江的能力，启航科技未来的价值会是3亿，甚至30亿。我签完字，林总又和我父母聊了几句，便告辞了。我爸走到我身边，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儿子，是爸错怪你了。好样的，我儿子有出息了。傍晚，我陪着爸妈在酒店看电视，本地新闻频道突然插播了一条快讯：本市宏图科技有限公司原法人沈国富及原财务主管柳如烟，因涉嫌职务侵占、偷税漏税、诬告陷害等多项罪名，今日已被市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。这不是那个沈总吗？恶有恶报，老天开眼了。爸妈，现在你们相信了吧？儿子，你做得对，咱不害人，但也不能让别人骑到咱头上来。李哥，看新闻了吗？大快人心啊！兄弟们今晚要在公司开香槟庆祝，你也快回来啊！你们庆祝吧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得陪陪我爸妈。对，正事要紧。那你跟叔叔阿姨说一声，就说我们全体员工感谢他们培养出这么一个好儿子。
挂了电话，我回头看向爸妈，他们正一脸自豪地看着我。儿子，这是我跟你妈攒的一点钱，不多，就5万块。你现在开公司，用钱的地方多，你先拿着。爸，这怎么行？你们留着自己用，我现在不缺钱。这是我们当父母的一点心意，但你要记住，不管以后做多大的老板，都要走正道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对得起跟你干的这些兄弟姐妹。妈，你放心，我记住了。送走爸妈后，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新公司的运营中，很快便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发出了我们第一款自主产品的测试版——启航之盾企业安全系统。测试结果非常完美，只要我们下个月发布，绝对能一炮而红。辛苦大家了，但是越到最后关头，越不能掉以轻心，特别是保密工作。秦江，出事了！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天盾安防刚刚发布了一款新产品，功能和我们正在研发的方案相似度高达90%。说完，他发来一个链接，是天盾安防刚刚结束的新品发布会回放。天盾 3.0 采用了业界最前沿的底层架构和颠覆性的防御逻辑，可以说它将重新定义企业级网络安全。随着他的介绍，屏幕上展示出的产品功能 UI 界面，甚至是核心算法的逻辑演示图，都和我们的启航之盾如出一辙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们的核心代码根本没有外泄过。难道我们中有内鬼？都别乱猜，我相信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。天盾安防是业内的老牌巨头，他们的技术总监我也略有耳闻，是个有真本事的人。但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发出和我们如此相似的产品，只可能是他们提前知道了我们的设计思路。秦江，你仔细想想，除了你们团队内部，还有谁能接触到你们的核心设计方案？沈国富，他不是已经进去了吗？他的人进去了，但他的嘴可没有被封上。一定是沈国富在被抓之前就把我们的商业计划卖给了天盾，他这是想借天盾的手来置我们于死地。天盾比我们先发布，我们现在再发布，就会被所有人当成抄袭者。秦江，这次是我们大意了，我没想到沈国富会这么狠。现在局势对我们很不利，天盾已经抢占了先机。面对所有人的绝望和沮丧，我却突然笑了起来。我走到电子白板前，擦掉了原来的所有内容，然后重重地写下了3个字：我说过，我从不打无准备之仗。现在启动 B 计划。大家看到 B 计划3个字，都露出了迷茫的表情。当初我把启航之盾的完整构思方案跟沈国富说的时候，就留了一手。他知道的其实是一个阉割版的方案。你是说？没错，我删减了整个方案中最核心、最颠覆性的一个模块，主动式 AI 拟态防御模块。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为了防止今天这种情况的发生，商业机密永远要给自己留一张底牌。你这家伙到底还有多少后手？太好了，这么说天盾发布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残次品。他们以为自己抄到了90分的作业，却不知道真正的满分答案在我们手里。他们发布的天盾 3.0 在我们真正的启航之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说吧，你的 B 计划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将计就计。天盾不是说他们的产品重新定义了安全吗？那我们就让大家看看他们的定义是多么的不堪一击。我们要在全网面前用我们的矛去攻击他们的盾，我要在1分钟之内攻破他们的系统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谁才是真正的王者，谁又只是个拙劣的模仿者。我的话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斗志，刚才还弥漫着绝望的会议室，此刻充满了昂扬的战意。次日，启航科技的官方账号在全网发布了一段视频。天盾安防，我是启航科技的秦江，在此向你们发起公开挑战，3天后全网直播，我将在1分钟内攻破你们的天盾 3.0， 你们敢应战吗？我的挑战视频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，视频下方评论区瞬间就炸了。我靠，刚正面啊，这也太刺激了吧！这个秦江是谁？口气这么大，1分钟攻破天盾，天盾可是行业龙头啊！楼上不懂，别乱说。这位就是前段时间手撕无良老板，创立启航科技的大神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周总，现在网上都炸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慌什么？一个毛头小子虚张声势罢了。那我们要回应吗？当然要回应，他不是想玩吗？我奉陪到底。很快，天盾安防的官方账号也发布了回应视频。我们注意到了某个初创小公司不负责任的挑衅言论，对于这种哗众取宠、博取眼球的低劣营销手段，我们本不予理会。但为了维护行业秩序，也为了给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上一课，我们决定接受挑战。不过，我提醒秦先生一句，如果到时候你没能攻破我们的系统，我要求你在全网直播中向天盾安防跪下道歉，并且你的启航科技要立刻宣布破产，永不进入安防行业。反之，我向你道歉。周鹏的视频火药味十足，直接把这次对决变成了一场赌上公司未来的生死局。这个周扒皮太嚣张了，竟然让你下跪道歉。他不是嚣张，他是心虚。传我命令，未来3天要对启航之盾进行最后一次压力测试。3天后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技术，什么是降维打击。很快3天时间过去，我这场直播吸引了全网公众。周总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天盾安防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检验。我们的天盾 3.0 防火墙是目前世界上最坚固的盾，我相信没有任何矛能够刺穿它。秦先生，你呢？
你依然坚持能在1分钟内攻破他吗？或许用不了那么久。太狂了，我喜欢。别是吹牛逼吧？一会下不来台就尴尬了。不知天高地厚。话音结束后，攻防战正式开始。在全网数千万网友的注视下，巨大的电子屏幕被一分为二，左边是天盾安防固若金汤的防火墙系统，右边是我面前一个简单的黑色代码输入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世纪之战现在开始。秦江先生，你有60秒的时间，倒计时开始。我并没有立刻开始敲击键盘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屏幕。怎么了，秦先生？是找不到我们系统的漏洞，所以打算放弃了吗？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至少姿势能好看一点。江哥在干嘛呀？怎么还不动手？时间快过去一半了。就在倒计时跳到30秒的瞬间，我终于动了。一行行代码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出现在黑色的输入框中。周鹏完全看不懂我在做什么，那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编程逻辑。天哪，秦先生在做什么？他不是在攻击，他好像在创造。20秒后，当我敲下最后一个回声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整个过程用时58秒，全场死寂。全场死寂3秒后，主持人最先反应过来，他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秦先生，这就结束了吗？”结束了。天盾3.0的底层架构是基于一个早已过时的开源模型，他们只是在外面套了一个华丽的外壳，再从我之前的公司窃取了一些残缺的设计思路，就敢号称重新定义安全。你作弊，你一定是用了什么阴谋诡计。输不起就别玩啊，太难看了吧？刚才是谁说要人家下跪道歉的？现在轮到你了。周鹏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他想耍赖，但现在数千万人正在直播看着他。这次只是意外，不算数。周总，全网几千万观众可都看着呢，输了就要认。难不成天盾安防不仅技术是偷来的，连信誉也是个笑话？我在此正式宣布，我司将对启航科技追加2亿元战略投资，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，共同开发下一代网络安全生态。周鹏听到2亿这个数字，双腿一软，被工作人员搀扶着才没有倒下。他被拖下舞台时，怨毒地瞪着我，用只有我们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秦江，你别得意，你毁了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”从赢了世纪之战后，我的手机就没停过，全是顶级科技公司打来的电话，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夸张。江哥，你彻底火了！我们的官网都快被挤爆了，启航之盾的预售订单在10分钟内就突破了10万套。行了行了，这时林总也走了进来，这是我们追加投资的合同，你看一下。另外，我已经让公关团队把我们将计就计的营销方案放出去了。让我看看。我靠，原来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，这男人太可怕了。本来以为是王者，没想到是神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看着网上一边倒的赞誉和雪片般飞来的订单，我们团队所有人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。可就在我准备离开电视台时，李哥的脸色突然变了。江哥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们公司的服务器正在遭受猛烈攻击，对方的攻击手段非常诡异，不是我们之前见过的任何一种。不行，对方的流量太大了，是新型的 DDoS 攻击，还混合了一种我们没见过的蠕虫病毒，我们的防御快扛不住了。江哥怎么办啊？我看着屏幕上疯狂涌入的数据流，眼神却异常冷静。别慌，我坐到主控台前，双手在键盘上快速敲击起来。他们不是想用流量冲垮我们吗？那就给他们一个宣泄的口子。我并没有去硬扛，而是在防火墙上开了一个微小的缺口，构建了一个虚拟的蜜罐系统。江哥，你这是引狼入室啊？没错，就是引狼入室。这不像是周鹏的风格，他没这个技术。对方的目的不是窃取数据，而是想彻底摧毁我们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把这个狼请进来，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。进入蜜罐后，攻击者的行为模式被我们的 AI 系统瞬间捕捉并分析。九头蛇，这不是那个国际上臭名昭著的黑客组织吗？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一个小公司啊？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收到一封新邮件。邮件内容只有一条长着9个脑袋的蛇的标志，标志下方还有一行小字：你通过了第1轮测试。第二天一早，一个不知名的快递寄到了我的公司。这是什么？看起来怪吓人的。是战书，也是邀请函。我立刻给林总打了个电话，把昨晚被攻击和今天收到邀请函的事情告诉了他。秦江，你惹上大麻烦了。这个标志背后是全球最大的科技托拉斯泰坦国际，这是一家真正的巨无霸，他们的业务遍布全球，控制着从硬件到软件的无数核心专利和供应链。九头蛇就是他们豢养的猎狗，专门为他们扫清障碍。他们通常的手段是先用九头蛇的攻击摧毁你的信心，然后再派出代表，以一个你无法拒绝的价格收购你的公司。如果你不骂，他们就会动用商业手段让你彻底消失。天盾的周鹏很可能就是他们推出来试探你的一颗棋子。泰坦国际我之前略有耳闻，但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我很不喜欢，我倒要看看这泰坦国际是否真的名不虚传。随后我按照邀请函上的地址来到了一家高级会所的顶楼。秦先生你好，我是泰坦国际亚太区总监史密斯。哼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不是来收购你的公司的，我们是来收购你这个人的。我代表泰坦，正式邀请你担任泰坦国际的首席技术官。至于你那个小公司，我们会妥善处理的。秦先生，你知道拒绝我有什么下场吗？
我确实挺想见识一下。你太天真了，你以为技术就是一切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规则才是最重要的。他走到全息投影前操作起来，看到了吗？你引以为傲的启航之盾需要芯片和服务器吧？这些都绕不开我们泰坦建立的生态。我甚至不需要再用任何黑客手段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明天开始你的公司将买不到1克鲁斯丁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我是在给你指一条明路，加入我们，你将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资源，去实现你的技术抱负。与我们为敌，你那点可怜的才华将和你的公司一起被碾得粉碎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会回来求我的。我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会所。第二天我刚到公司，李哥就脸色惨白地冲了进来。江哥出事了，我们最大的芯片供应商刚刚单方面撕毁了和我们的供货合同，服务器供应商、渠道合作商，就连给我们提供办公用品的公司都跟我们解约了。网上也出现了好多黑我们的水军，说我们的技术是假的，上次直播是演戏，还说我们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。我们现在就算有产品，也生产不出来了。办公室里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像霜打的茄子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当初我们连7000块的报销款都要不回来，现在我们账上有几千万的现金。当初我们只有10几个人，现在我们有上百号兄弟，天还没塌下来。可是江哥，我们没有芯片，什么都做不了，这跟以前不一样。芯片？我烦躁地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，史密斯的傲慢和那张巨大的商业网络图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他说的没错，在绝对的商业规则面前，我的技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到了我的私人手机上。谁呀？是我，沈国富。秦江，我知道你现在有大麻烦了，我也许能帮你。怕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吧？我现在都是阶下囚了，还能有什么坏心思？我斗不过你，更斗不过泰坦那种巨头，他们把我当成弃子用完就扔，我恨他们。我帮你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想减刑，也想报复那些过河拆桥的混蛋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泰坦的专利封锁确实厉害，但我们国家也留有后手。很多年前，我们有一个代号为龙芯的计划，旨在研发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架构。当时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叫陈望道。那位泰斗级的半导体专家，他不是很多年前就因为理念不合退出学术界归隐山林了吗？没错，他当年设计的芯片架构因为太过超前，成本极高，所以项目被搁置了。但那套架构完全绕开了泰坦所有的专利壁垒。我当年有幸见过一次陈教授，知道他大概隐居在哪个地方。你把地址给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，如果你的公司能度过此劫，我希望你能以公司的名义给我请最好的律师帮我争取减刑，另外帮我照顾好我的女儿，她还在上大学。我看着屏幕里这个一夜白头的男人，叹了一口气。我答应你。拿到地址后，我立刻订了去那个江南小城的机票。根据沈国富给的地址，我来到江南小镇，找到了一座老宅子。我敲了敲敞开的大门，一个头发花白、正在院子里打理花草的老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走上前，语气平淡地对着我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找谁？”“您好，请问您是陈望道教授吗？我是启航科技的秦江，想向您请教一些技术问题。”“启航科技就是最近网上那个很火的秦江吗？又是一个被资本推到前台的年轻人。我这里不欢迎商人，你走吧。”他说完后就把院门关上。我吃了闭门羹，却没有离开，反而在院墙边的一个石凳上坐了下来，拿出笔记本电脑，开始一行一行的复盘启航之盾的底层代码。不知道做了多久，院门突然开了，陈教授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走了出来。一下午不吃不喝，你不饿吗？谢谢教授。你不是来找我谈合作的吗？怎么到自己研究起来了？合作谈不成，总不能白来一趟。您的学术论文我大学时都拜读过，深受启发。今天在这里坐了一下午，对着您的院子，反而让我想通了好几个以前没弄明白的算法难题。那就把你最得意的那段代码调出来我看看。随着我指尖快速敲击，一串代码出现在屏幕上。我将笔记本递给陈教授，陈教授的手指在屏幕上轻轻划过，随后激动地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哎，你太主动防御，你真是鬼才啊！”那一晚，我跟陈教授聊了很多，从我的 AM 以太防御聊到他被搁置的龙芯架构。我们不像商人和科学家，更像是两个忘年交的技术狂人，找到了彼此的知音。秦江，你的启航之盾就是我龙芯苦等了10年的灵魂，我的硬件架构加上你的软件算法，这才是真正的天作之合。陈教授，那您愿意？我不仅愿意，我还要亲自带你去一个地方。第二天，陈教授就带着我坐上了一辆挂着特殊牌照的车，一路畅通无阻地驶入了一座守卫森严的科研基地。在一间高度保密的会议室里，我见到了几位气度不凡的领导。陈教授把我的情况和泰坦国际的打压都向他们做了汇报。秦江同志，你的爱国情怀和技术能力我们很欣赏，但是龙芯项目关系重大，重启呢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理由。我明白，所以我们需要对你的启航之盾进行一次最终级的压力测试。什么样的测试？我们将组织全军最顶尖的网络部队，
带好红箭，对你的系统发起一次不设上限的模拟攻击。如果你能扛住，国家将为你保驾护航。红箭部队的攻击将在24小时后准时开始。24小时准备时间到，红箭小组的攻击如期而至。攻击开始的瞬间，整个指挥中心都感受到了红箭部队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，第二道防线正在被渗透，他们的攻击太猛了。江哥，我们快顶不住了！指挥中心里，陈教授和将军等人也都神情凝重地看着屏幕，只有我依旧稳坐在主控台前，甚至还有闲心喝了口水。不要慌，守住核心区域，把外围防线全部放开。什么？江哥，你疯了？那不等于让他们长驱直入吗？执行命令。虽然不解，但团队还是立刻执行了我的命令。只见屏幕上蓝色的防御罩收缩到只剩核心一小块，无数紫色利剑瞬间涌了进来。指挥中心里，红箭部队的队长皱起了眉头。不对劲，对方在诱敌深入，全体注意，准备启动0号方案。0号方案是他们压箱底的绝招，一种从未在公开网络上出现过的未知漏洞攻击。只见一支带着闪电的利剑悄无声息地绕过所有防御，直接刺向了蓝色护盾最核心的位置。屏幕上瞬间弹出一个致命的警告，核心代码已被篡改。失败了吗？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势已去时，我嘴角的笑意却更浓了。结束了，他们的核心被我们攻破了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我终于动了。我没有去修复漏洞，反而在键盘上敲下了一行谁也看不懂的指令。终于把你盼来了。那支利剑在篡改完代码后正准备引爆，突然它的周围出现了一个由代码组成的牢笼，将它死死困住。接着无数微小的分析探针从牢笼壁上伸出，扎进它的体内。我的 AI 拟态防御系统根本不是被动防御，我故意放开防线，就是为了捕捉到他们最核心的攻击样本。现在轮到我反击了。屏幕上我的 AI 系统瞬间完成了对0号方案的分析、破解、复制，并生成了针对性的补丁。不仅如此，它还顺着黑色利剑来的路径原路返了回去。这是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，蓝色的护盾不仅瞬间修复，还变得比之前更加坚固，甚至还长出了一根根尖刺。他把红箭的攻击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。演习结束后，那位一直严肃的红箭队长摘下耳机，快步走到我面前，对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你的技术足以成为国之利刃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在观察室的一个角落里，作为海外专家被邀请来观摩的史密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他脸上的傲慢和自信荡然无存，只剩下惊恐和惨白。紧接着，我被请进了一间更高级别的会议室。秦江同志，经研究决定，启航科技将被纳入国家级重点战略合作伙伴序列。陈教授的龙芯项目将全面重启，由你担任技术总顾问。第一批芯片将在1个月内量产，专供启航科技使用。我的龙芯终于可以面世了，谢谢国家信任。有了国家的全力支持，泰坦国际的商业封锁瞬间成了一个笑话。消息传出，之前那些单方面毁约的供应商肠子都悔青了，他们的电话几乎打爆了李哥的手机，哭着喊着要重新合作，但已经晚了。另一边，林总的电话也打了过来。秦江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！泰坦国际的股价因为封锁龙国企业失败，一夜之间蒸发了上千亿，他们的董事会都气疯了。那个史密斯呢？他已经被董事会紧急召回。我听说这个人心狠手辣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刚挂断林总的电话，李哥又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。江哥，你快看，沈国富在监狱里出事了。我看着沈国富死亡的新闻，瞳孔猛地一缩，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史密斯的报复和灭口。这个史密斯已经疯了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果然，就在当天下午，全世界的互联网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。你们快看，江哥，全球的金融系统、电力系统、交通系统都在遭受一种前所未闻的超级蠕虫病毒攻击，它正在让现代文明倒退。就在这时，那位将军给我打来紧急电话。秦江，我们遭遇了史上最强的网络攻击，一种代号为泰坦之陨的超级蠕虫正在摧毁全球的关键基础设施，红箭也束手无策。是史密斯的焦土计划。我们分析发现，这个蠕虫有一个网语机制，任何试图强行清除它的行为都会触发它的自毁程序，导致所有被感染的系统硬件物理烧毁。这是一个死局。他的话让我心中一沉，这意味着不能打不能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摧毁一切。秦江，现在希望都在你身上了。我挂断电话，看着窗外，眼神变得无比坚定。李哥，连接国家超算中心，把我们所有的计算力都调动起来。江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将军不是说不能硬碰硬吗？谁说我要硬碰硬了？对付疯狗不能用棍子，要用能让他听话的哨子。秦江，有办法了吗？再过10分钟，全球的电网就会彻底崩溃。快了！我没有去编写攻击代码，也没有去构建防御系统，我给泰坦之云写去了一封劝降信。江哥，你这是在干嘛？你在编写一段音频吗？不是，我通过对沈国富泄露的残缺代码和红箭的攻击样本分析，已经彻底掌握了这套技术体系的核心逻辑。史密斯以为他偷走的是武器，但他不知道这套体系最厉害的不是攻击，而是同化。去吧，告诉他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就在这瞬间，正在发起攻击的系统突然静止了，他缓缓地调转方向，开始修复自己之前造成的破坏。另一边，史密斯正通过卫星电话狂笑着欣赏自己的杰作。毁灭了，为我的失败陪葬。
突然，他所有的屏幕都变成了漆黑一片，只剩下一行字：叛徒已被肃清。这不可能！几个月后，一切尘埃落定，史密斯被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通缉，泰坦国际因反人类的焦土计划而分崩离析，而启航科技则因为拯救了世界，成为了全球网络安全领域无可争议的王者。我们搬进了城市最中心的新总部大楼，大楼的名字就叫启航中心。秦总，这是我们下个季度的财报，我都数不清后面有几个零了。秦总，下周的《时代周刊》封面人物专访，您看安排在？这些事你们处理就好。我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，林总正端着2杯香槟在那里等我。祝贺你秦江，你创造了一个属于你的时代。我只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如果我当初为了那6400块忍气吞声，就不会有今天。所以永远不要向不公妥协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，是爸妈打来的视频电话。儿子，我们上电视了，村里都说我们培养了一个大英雄。还行吧，没给咱老秦家丢人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办公室里正在为了新项目而热烈讨论的伙伴们，他们脸上洋溢着自信和希望。我回想起了种种过往，不禁感慨万千。吃亏是福吗？不对，据理力争才是真正的福气。